最近网络书店博客来传出了剥削清洁工的争议，让舆论闹得沸沸扬扬。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今天就让我们一起来聊聊博客来的劳资争议吧。Hello， 大家好，我是志奇。前阵子，一位在博客来工作了21年的清洁工阿姨，因为突然被博客来公司开除，自己又不识字，不知道怎么办，而去找律师陈佑兴咨询。后来，陈佑兴把事情原委 po 在脸书上面，表示阿姨一直都依照博客来的公司规定，每天打卡上下班，但却完全没有劳健保等等的基本保障，甚至直到被开除了，才发现自己连退休金都拿不到。陈佑兴批评博客来利用阿姨不识字，跟他签下了不合理的契约，以假承揽真雇佣的手段来剥削清洁阿姨。那其实，在过去呢，类似的争议事件上演过很多次，比如像是康拜啊、原明台等等的企业或者机构，过去也曾经爆出过这种假承揽真雇佣的争议。那到底这个假承揽真雇佣是什么？又要怎么判断呢？在这次的事件当中，博客来真的有违法吗？在开始讨论之前，按照惯例先进一段工商服务时间。多数的台湾人人生第一个接触到的乐器就是直笛，为什么每个孩子都要吹直笛？堵住学生的嘴巴。直笛的教学啊，或者是一些古典音乐的学习，跟他们的生活是比较没有相关。大考之前，可能这些学科的老师如果需要借课的话，第一个首选会想要先借音乐课。家长可能会私底下跟你说，老师，我家小孩子未来没有要走音乐这一条路，就让他接触一下，这样就好了。我大学念的是音乐教育学系，少子化这个情况了，职缺只是越来越少而已。有一些 case。是你可能要接的时候不会知道你有多少钱。现在的音乐市场就是一个非常分众的时代，几乎什么音乐都有可能会有听众喜欢。那有多少音乐系学生毕业后继续做音乐呢？大概12月23号，律师陈佑兴在脸书贴文描述一位在博客来工作21年的清洁阿姨，虽然一直都是遵守博客来的这个规定啊，跟指示工作，包含了上班时间、跟打扫范围，还有请假规定等等，都要遵守博客来的规定。但是博客来却从来没有给他劳健保、3节奖金。而前阵子呢，阿姨又突然收到了博客来公司通知，叫她明年开始不用来了。结果阿姨才发现呢，自己连退休金都没有。博客来的内部员工看不下去，私下叫阿姨去找律师帮忙，阿姨才带着合约去找陈佑兴咨询。陈佑兴也贴出合约书批评博客来利用阿姨不识字，就跟他签承揽的契约来规避劳基法，省下帮阿姨办劳健保的费用，是典型的假承揽真雇佣。而这则贴文呢，也引发了许多的网友批评博客来明明是卖书的，却去剥削不识字的清洁工。隔天，博客来母公司统一超商就火速的发声明，表示会展开内部的调查，处理好跟阿姨的合约。而博客来总经理也立即呢被调离现职，但同时也解释说，他们其实不是要开除阿姨，而是想要改成让外部的清洁公司去雇佣阿姨，再请阿姨派驻到博客来继续工作。而陈佑兴表示呢，阿姨因为不习惯被舆论关注所以不再委任她，改由阿姨的家人去跟博客来协商。而在隔天，双方就达成和解了。虽然具体的和解条件并没有公布出来但博客来透露，阿姨只愿意收符合劳基法的金额，不愿意多收钱，所以和解的金额会以阿姨的年资对应的劳保跟资遣费等等来计算。那虽然说呢，这次的事件本身已经落幕，但是关于承揽啊、雇佣等等的劳动形态的讨论还在继续。通常大多数公司的正职员工，比如像是台积电的工程师啊，或是博客来的行销专员，都是所谓的雇佣劳工。而承揽呢，则是指公司的团体把某一部分特定的工作发包给外部的人，像是帮杂志写文章的自由写手，或者是承包办公大楼修缮作业的水电工等等。那这两者不管在薪资、工作状态呢，还是法律保障上面，其实都有很大的差异。雇佣的话呢，薪资通常是按工作的时间来计算，比如每个月固定领的月薪，而员工呢也有义务受雇主的指挥，像是在规定的时间、地点上下班，执行主管指派的工作等等。因此，绝大多数的雇佣员工呢，都是跟公司签适用劳基法的劳动契约，也享有劳健保等等的多重保障。不过承揽就完全不同了，通常都是依照工作任务来协商费用，然后在完成这件工作后支付报酬，像是杂志的这个外稿写手完成一篇文章的稿费。而承揽的工作者呢，也不用受这个雇主的指挥，只要准时的做完工作，其他
他像工作的时间跟方法等等都可以自己决定。那相对的，承揽契约基本上就不适用于劳基法，因此签署承揽契约的工作者并不会受到劳基法、劳健保等等的保障。那很多人可能会觉得说承揽就是剥削，但之所以会出现承揽契约是因为劳动的市场上面需要这种比较有弹性的契约关系。其实很多人在正职工作之余呢，也喜欢接案赚外快，这多半也都是走承揽的形式。对于接案的工作者来说呢，这种形式可以让他们依照自己的意愿跟状态来安排工作时间跟工作量。而对于一家公司来说，如果有临时的人力需求，或是偶尔需要找特定领域的专家来合作，用承揽外包的形式，可能也比较容易找到人，也比较符合效益。所以这一次伯克莱的争议，严格来说并不是针对承揽这个形式，而是律师所提的假承揽真雇用。如果甲乙双方签署的是承揽契约，实际关系却是雇佣，就会导致乙方既不能够像承揽那样自由的安排工作，又得不到雇佣劳工应该有的保障。所以在法律上面呢，这种状况的承揽契约就会是违法无效的。那关键就在于到底怎样才算是雇佣关系？以过去的法院判例来说，主要的判断标准是从属性，也就是双方之间有没有上对下的服从关系。那这个部分呢，又可以再细分成3个面向：人格从属性、经济从属性，还有组织从属性。其中最重要的一个呢是人格从属性指的是乙方在工作当中必须要服从甲方指挥，有义务要就工作表现接受考核或者是惩罚。不过在承揽关系当中呢，乙方有义务交出契约约定的工作品质，所以甲方其实还是可以就工作完成状况提出修补要求，这个就不算是雇佣中的人格从属性。而至于经济从属性呢，是指乙方在经济上面依赖甲方，不论工作有没有取得成果，甲方都要付薪资。此外呢，乙方也不需要自行的准备工作设备，或者是负担经营风险跟盈亏。而组织从属性呢，则指的是乙方已经被纳入甲方的组织体系当中，必须要跟团队当中的其他人互相分工配合，才能够完成工作，像是要跟同僚协调、定期排班或者是轮班等等。那大家听到这里呢，可能会觉得后面这2个经济跟组织的从属性定义听起来比较含糊，毕竟现在的社会上面工作形态有很多，接案者的报酬也有很多种计算方式，而且很多的工作其实都多少需要分工合作，很少可以完全的独立执行。所以在一般的司法认定上面呢，并不需要3个从属性都具备，最主要呢是以人格从属性作为核心的依据，而至于经济跟组织从属性呢，则算是辅助认定的要件。那如果以这一次的标准来看，伯克莱在这一次的情况上面真的有违法吗？伯克莱跟清洁阿姨的合约当中具体规定了上班时间、地点，还注明阿姨呢要遵照甲方的作业指导跟管理，具备了人格从属性。而此外呢，阿姨是领固定月薪2.9万，也要配合伯克莱员工的上班时间打扫，很可能呢也具备了经济跟组织的从属性。因此，台北市劳动局已经判定伯克莱跟阿姨之间的确是雇佣关系。针对伯克莱违反劳基法规定，也会依法开罚。但并不是每个案例都可以这样子顺利的解决，因为在这种状况之下呢，乙方往往要主动的采取行动，再由官方去判断是不是假承揽真雇佣。那比较弱势的人可能会因为缺少法律知识而不会对契约有疑虑，或者是缺乏自救的资源跟管道。而此外呢，也有很多的案例并不是那么好判断，像是之前介绍过的食物平台外送员，有5家食物平台业者因为要求外送员穿统一的制服，用统一的保温箱，临时不上工呢，也要在24小时之前跟公司回报，所以被劳动部判断是雇佣关系。但是平台业者这边坚决否认强调外送员可以自由选择上班的时间，判断要不要接单，甚至还可以去承揽其他平台的工作，甚至也有一些外送员呢，因为想要保有这种弹性的工作状态，而不想要当雇佣劳工。那这种状况之下，双方之间到底有没有从属性，就可能比较有争议。不过在这次的事件爆发之后呢，伯克莱声明也有提到，他们其实呢是想要帮阿姨转成清洁公司的雇佣员工，再让阿姨派到伯克莱工作，这又是怎么回事呢？目前阿姨跟伯克莱已经确定和解了，虽然具体的和解条件他们并没有公布出来，但根据伯克莱24号的声明，他们是有意要让阿姨受雇于清洁公司，再派驻到伯克莱打扫。那这种情况呢，一般就称为是劳动派遣。简单来说，劳动派遣的意思呢，就是人力派遣公司雇佣一批员工，再供应适合的人力给有需求的公司或者组织，也就是法律上面所说的要派单位。换句话说，这些员工法律上面的雇主会是派遣公司，但实际工作则是要受
到要派单位的指挥。那这种派遣形式在台湾其实非常普遍，占总就业人口大约6%，包含了许多的政府单位里面也有派遣劳工。那派遣的优点呢，跟承揽有点类似哦，那就是在于它的弹性。公司组织可以应付季节性或是突发性的劳务需求，派遣工呢这边也可以获得过渡性的工作机会或工时比较弹性的职务。而此外，派遣公司也可以提供管理跟媒合的服务，方便要派单位跟劳工找到彼此。那虽然目前还不知道阿姨之后会不会继续的留在伯克莱工作，但有法律人士表示，如果他们之间真的要改用派遣的形式继续合作，可能也会有违法的疑虑。在派遣的形式之下呢，你提供劳务的对象跟你法律上面的雇主会是不同的单位，所以过去呢就曾经传出有些企业呢或者是机构用假派遣的方式来规避劳基法。这边直接举例来解释哦，2015年公视一次开除了6名的派遣工，那因为他们派遣的身份，所以公视开除他们不需要理由，也不用付资遣费。但这6个人的实际工作规定跟正职员工相同哦，甚至他们一开始呢就是到公视面试，只不过是在录取的时候被要求签下派遣合约。这件事情引发了派遣工会的抗议哦，最后法院也认定公视的做法呢是规避雇主责任的脱法行为。那2019年劳基法修法的时候，就针对这种状况定出了俗称的禁止派遣转挂的条款。条文当中明确的规定，企业或是机构不能够先面试、选定或是确认特定的工作者之后，把他转给派遣公司雇用，再指定他派驻到自己这边工作。所以，如果伯克莱要让清洁派遣公司雇用已经在他们公司打扫了20几年的阿姨，再指定阿姨到伯克莱工作的话，很可能就会违反这个禁止派遣转挂的条款。此外呢，19年的修法也有规定，当派遣工遇到职灾的时候，除了派遣公司，要派单位也要负起赔偿啊，还有补偿的连带责任。那劳动部也表示呢，在派遣的形式之下，要派单位、派遣公司跟劳工的3方关系比较复杂，跟传统的劳雇关系不同。现行的法律可能还是有些部分没有办法充分的保障派遣工的权益，而未来也会继续的推动相关的立法。我们觉得，虽然劳资之间确实有很多的纠纷但单就双方的法律关系来看，不管是雇佣、承揽或是派遣，这些劳动形式本身都有它存在的理由跟需求。那这些不同形式之间，也确实蛮常出现模糊地带跟争议。像是之前在实务平台外送员那集讨论过，虽然有很多的人呢是想要争取被雇佣的权益，但同时也有一些外送员自己是不想要当被雇佣的员工，而是更希望呢保有这个承揽制度下面的弹性。另外，在血汗台剧那集也有说到，因为影视产业的工作形态比较特殊，很能应用雇佣制度的规定，所以多半也是跟剧组签承揽契约。但是这种相对非典型的劳动形式呢，虽然提供了一些弹性空间，但也让外送员跟影视工作人员在发生职灾的时候，可能得不到赔偿。而随着科技跟产业的演变，劳动形态一直在变化，法律的修改速度远远跟不上，所以我们认为这种劳权没有办法完全受到保障的漏洞之后，也一定会继续存在，也会随着新的劳动状态产生新的争议。那么觉得这可能是多数人在出社会开始工作以后必然要面对的一个课题，而不管呢是对于员工或是雇主来说，这些相关知识真的都很重要，认识的越多才越能够保障自己。所以今天这一集呢，除了谈伯克莱的事件本身之外，我们也尽量多介绍了一点相关的法律知识。不过这个议题真的比较复杂所以我们还有很多的部分没有办法深入的介绍，那也欢迎大家在底下留言补充哦。好的，那最后呢是想来问大家，你觉得要改善假承揽真雇佣的问题可以怎么做呢？修法把惩罚定得更严重吓阻那些没良心的雇主。B 要多多宣传劳雇关系的法律知识，不然很多人被剥削了都没有自觉。所以政府应该要更认真的做劳检吧，不然这些问题很难浮上台面。其他留言告诉我们吧。最后，如果你喜欢今天的影片，欢迎分享出去，让更多人知道假承揽真雇佣是什么。此外呢，也可以点击这个地方看外送员的劳动危机，以及台湾影视产业的血汗悲剧。那么今天的这一期就到这边告一段落，我们就明晚再见喽。